我的霸总老公好像失恋了，最近天天盯着手机叹气，怪可怜的。善良的我来安慰一下。他妈的，是我的手机！江生，跑什么？做什么亏心事了？亏心事倒是做不少，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。结婚2年，我从来没想过你喜欢看这种东西。欢迎我们生生姐来到我们阿战的直播间啊！上次生生姐说需要一个8块腹肌的小修狗，那么我们可是为此练了很久啊！谢谢我们生生姐的喜欢。我看啊，你就是想离婚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公，这些修哥哥只是我的爱好，只有你才是我的爱。我不要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。要？怎么不要？要的就是离婚，不然我岂不是白演了今晚这出戏？2年前，我爸车祸去世，奶奶抢走了所有的赔偿金，她给大伯买房，帮表哥娶媳妇儿，却唯独连学费都不肯给我。为了读完大学，我什么工作都做过。黎黎是财阀家小少爷，本来和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没想到大学毕业那天，我送最后一单外卖，正巧撞见黎黎和她的白月光闹分手。据说黎夏是黎黎家的养母，两人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。但毕业后，黎夏想要出国深造，抛弃了他。黎黎赌气利用了路过的我，而我也阴差阳错找到了最赚钱的工作。给你200万，嫁给我，你说多少？再加10万。吻我。我把卡号发。婚后黎黎根本忘不掉白月光，除了每个月按时给我10万生活费，其他时候根本不搭理我。而我将工具人生就只能无聊的住在这栋豪华别墅，无聊的数着银行卡里越来越多的钱。但我知道，只要黎夏回来，我就会被立刻辞退。所以，在我悄咪咪攒下800多万的养老费的时候，就决定提前退休，去过真正属于我的躺平人生。而这一刻，终于来了。哼，谁让你墨迹这么久都不提离婚？那我就只能看个擦边男主播触发离婚剧情了。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了吗 ？Yes yes yes，800万自由躺平，老娘来了！既然你都已经做了决定，那我只能忍痛和你离婚。看清楚，这是婚前协议。你。婚姻期间，只有甲方黎黎先生有权主动结束婚姻。若乙方江生小姐主动提出离婚，或因乙方过错导致婚姻破裂，乙方应净身出户归还净身出户。怎么了？不签了？当初就顾着月薪10万，看都没看就把协议给签了，谁想到还有这种想法？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净身出户。老公。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刚才呀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毕竟我是最爱老公的啦。嘿嘿，到底是谁要离婚？反正肯定不是我。
老公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我们和好好不好呀？江生同学，我想请你去看电影。我上午有家教，下午发传单，晚上还要去餐厅收盘子。同学，如果你真的很想和我约会的话，高等数学150一节，英语4、6级冲刺120一节，这样一来又能独处又有学习氛围，也算是约会嘛，多好。人家跟你谈感情，你让人家花钱补课，江生，你也太财迷了。谈感情伤钱呢。再说了，雇佣关系不比恋爱关系来得强吗？你说对吗？是啊，那先来一节高数试试啊。好嘞，现金还是扫码？啊，我扫你。当初你说雇佣关系比恋爱关系牢靠，我就打算给你花钱，花到你愿意跟我谈感情为止。可现在看来还不够。不过你送了我这么多礼物，应该也花了不少钱，说明你心里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在乎我的，对吧？老婆，一定会努力花钱让你爱上我。老姜，天将降大才遇斯人，一定有不净身出户也能离婚的好办法。死脑子，你快想啊！有了，我不能主动离婚是吧？但如果那个白月光前御姐回来把我老公抢走了，那就是她要离婚，哈哈哈！可是这姐已经出国这么久了，也没什么回来的意思。哦，又有了！哎呀，这不是一下送给老公的定情信物吗？哎呀，可不能摔碎。呀！哎呀，我摔碎了的，我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的。妹妹，我不小心打碎了你送我老公的定情信物，能再送一只吗？江生，你别得意，我马上就回国，到时候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白月光的威力，你就等着离婚吧。哥哥，我明天回国，一定要来接我哦。黎夏这2年一直在国外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偏偏在江生快要爱上我的时候回来呢？不能出什么岔子吧？真的？几点？哪个机场？我给你买机票。支付宝到账20万元。那个，以后每个月零花钱给你找20万。先给财迷转账铺垫一下，再说李夏的事儿，应该就不会太生气了吧？那个，黎夏明天的飞机回来，爷爷在老宅里设了接风宴，你跟我一起去呗。我也要去啊。我去一个正妻，这去了有点多余吧？这说话声音阴阳怪气的，难道是吃醋了？那就
算了呗。不过离夏人还没进来，生活费就涨了20万，这哪是白月光，简直就是我的财神爷嘛！必须要前去跪一下。去，我一定去。传闻中情敌回来就这么高兴？连离夏送的杯子都给他打碎了，这还不是吃醋？哼，强颜欢笑吧。白月光的威力即将炸翻我的婚姻呀！终于可以离婚了。这么认真打扮，肯定是不想在情敌面前露了下风。我这乡村质朴风和篱下的洋流子气质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天上的地下。离离一对比，更会对我不行。已经很漂亮。喂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警告我别抢篱下风吗？明白。那我给白月光姐上个妆。江生来的正好，让你看看什么是白月光的威力。哥哥，好久不见，我超级想你的。离离害羞了，不行，重逢的第一个拥抱很关键，这把必须要助攻一下了。走你！好，走，劲儿使大。哎呦，离夏，没想到你这么想我了。看来这个女人不好对付，居然能为了哥哥和情敌抱在一起，是个狠角色。平时对我也没见这么热情啊，怎么见了个外人还抱上？不对，一下扑过来的时候，他是故意把我推开，自己顶上去的。他为了不让别的女人触碰我，竟然愿意豁出去抱情敌。江生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有让你来接我。我当然是来当你的爱情保安的呀。爷爷是不会认你的，像你这种上不来台面的孙媳妇儿，爷爷肯定是不认的。确实如此。那我走。江生是我的妻子，是离家名正言顺的孙媳妇，是你的嫂嫂。离夏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哥，小夏说的没错，这里不欢迎没有自知之明、妄想攀龙附凤的人。小夏回来了。爷爷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夏夏最喜欢你啦。小夏，你是爷爷认定的孙媳妇儿，爷爷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看看，这才是我们离家养大的姑娘，高贵知礼，品行端庄，不像有些人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占着不该占有的位置，占我的位置，厚颜无耻，跟夏夏根本就没法比。瞧瞧你这话说的，确实，确实。爷爷，您要是学不会尊重江生，那我等您学会了再来。你说什么？他居然为了我怼他爷爷，你烦了你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先扶你回去休息。抱歉，没处理好你们的关系。你道什么歉啊？篱下有爷爷疼，有哥哥护着，这是好事儿。如果我也有这样的家人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都怪你是个女孩，害我成天被那老婆子欺负。你跟你爸爸别想伤害我了。奶奶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赔亲后啊，天天在我家白吃了，你怎么不吃死啊你？爸爸，刚才奶奶想把我推到河里。王刚，妈的，
没点钱哪来的你？你的命都奶奶给的，咱也算了，滚开，别耽误老人钱。是，怎么不是呢？家人是这样。起风了，回去吧。听说李小姐出国这2年拿了不少国际奖项，真的是才貌双全呀！哪里，即便不靠离家，那也是天才艺术家吗？是不是？不讲。我这人怎么天生跟大家就不对付哦？三娘，还是赶快离婚，远离喧嚣，享受我孤独终老的快乐人生吧。我还是觉得黎夏小姐和李总在一起，那才叫登对呢。是啊，飞上枝头的山鸡，终究呀差点意思嘛。哎呦，正宫这就来了。那个，不是你们跑什么呀？刚才不聊得挺热闹的吗？叫我一个呗。脸皮还挺厚，看我怎么让你当众难堪。嫂子，你有什么你就都冲我来，你别为难客人们啊！我为难谁了？我不就想加入群聊吗？哦，我懂了，这是要我引恶毒女配吧？这块我熟。冲你来，你也配？你信不信我今晚就让黎氏断了和他们所有人的合作？你还罩得住吗？不错，来了，还得再添最后一把火。嫂子，你怎么能泼姐们儿，你这业务能力也太差了，我怎么接戏？算了，给你看看实力演员的把控力。就算是泼你，那又怎么了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黎家真正的女主人。就算是泼你，那又怎么了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黎家真正的女主人。大姐，拿错剧本了吧？演谁呢？没什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黎夏小姐她不，是黎太太她的酒嗓。是黎太太泼黎夏小姐酒。我没错，错的都是他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不喜欢我，所以才当众羞辱我。如果你觉得我打扰到你和哥哥了，我离开就是了。可是黎夏身上没酒。靠，风干了。短剧里诬陷别人没有这么难呢，是不是少了什么关键环节？够了！我看这事儿一定是江深的错。你嫉妒小夏，心胸狭隘，当众撒泼，你黎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对了，少了不听人解释就拉偏架的关键角色，这剧情不就对味儿了？你赶紧回房间去，今晚再不许踏宴会厅一步。小黎，小夏受惊了，今晚你就做她的男伴。怎么，你不服？功成身退。小风干好像不错。夫人，拖鞋呢？上午不要碰水，记得换转过垫。丽丽，
我让你照顾夏夏，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吗？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爷爷他跟我说过了，他只是和朋友出去玩，一句出去玩就把你给打发了。夏夏是什么身份？她是将来要进咱们黎家门的人，她去哪儿，你不得亲自陪着她吗？爷爷她只是我妹妹，她不是。混账！什么妹妹？她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给我记住了。天哪，那个是黎黎吗？他居然被人扇巴掌了！旁边那个老爷子是谁？看起来好凶啊！哎呀，快拍下！堂堂校草竟然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！同学们，来翻翻，还有你的。那个伤口别沾水，记得勤翻创可贴。脚被磨破了都不知道，不疼吗？谢谢你啊，没想到你还挺知恩图报的。我不是知恩图报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是从那时候就喜欢你。按理来说，我是黎太太，理应住在黎黎的房间，行使自己的使用居住权。但是今天是他们旧情妇人的第一晚，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机会总是要人来创造。今晚我就把黎黎的房间全权托付给黎夏，这才是爱情保安的专业思维。小夏这孩子脸皮薄，心思单纯，不像江生一肚子坏水，还得靠我这只老狐狸。爷爷今晚就让你成为我真正的孙媳妇儿。哥哥的房间，今天晚上要是能发生点什么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哥哥，是我，这怎么感觉比以前瘦了呀？啊？怎么比我还瘦？黎家，你怎么出过一趟连戏剧项都变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明明是来找我哥的。是啊，我特地来住的你的房间，我把黎黎的房间今晚留给你们俩，你怎么跑过来？不对，那黎黎牌儿怎么错了？今晚宴会上也是复刻了一把我们初见的回忆了。这江生就算是块木头，也应该对我动心了吧？今晚趁热打铁，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
琳琳她就住在河边，你还不赶紧给我行动起来！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等会儿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特别希望我和哥哥在一起？那当然，我有几斤几两，我自己心里清楚的很。琳琳她自始至终真正爱的人只有你，而我嘛，不过就是个臭临时工。等你们结婚，我解除合同，拿钱走人。切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捞女。我们可以合作，我帮你们两个和好，你帮我拿下马路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可以给你一笔巨额的精神损失费。成交！加油！我的巨额分手费就靠你了。小李，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是老宅的隔音越来越差了。隔音不好，难道是昨晚的动静太大？看来是成了。好小子，爷爷没有白费心机。小夏呢？不知道，你要睡着吧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就听见他昨晚在房间一直有奇怪的声音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呢。哎，江生去哪儿了？懂，爷爷懂。昨晚折腾了这么久，是得好好的休息休息。哎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你昨晚累死我手到现在都还痒。我都说了让你白天再弄，你非不听，现在折腾。你个孽障！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会站住？耗费了半块干，干了一宿才醒来。自由就在眼前，行动，赶紧行动！这个江生光勾引你还不够，还带着小夏一块胡闹，这样的狐媚坯子，早晚会毁了我们黎家。李家祖传3代的基业，如果因为一个女人就这么毁了，那说明地基破败不堪重建。爷爷岁数大了，喜欢安静，你把小夏叫他搬过来跟你一块住。不可能，你是担心江生会欺负小夏吗？他不会。哎呀！哎呀，这项链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被我摔在地上了呢？虽然这是你黎黎哥哥小时候就送你的古董项链，但我是不会道歉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是不会跟你抢哥哥的，你就别伤害我了。皱眉了，他生气了。原来这就是白月光的威力，赶紧怒发冲冠，宝扫地出门吧。肯定是黎夏回来让他有了危机感，昨晚又被爷爷那么一闹，他就更加吃醋。哎呀，老婆想闹就闹吧，越闹越说明他爱我。这个项链200万，从你下半年生活费里够。啊，200万，我可以修的。一身老公敌吗？老公，老公，小夏，快
快跟上他们。哎，爷爷，我看哥哥也挺喜欢江生的，我是不是应该？你是想离开爷爷吗？我知道，你一直觉得自己不是离家人，是不是？爷爷，我们两家是世交。当年你们家有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还小，现在你大了，你对爷爷见外，爷爷也能够理解。所以我一定要你名正言顺的成为我们黎家的孙媳妇儿，这样你就永远是我们黎家的人了。爷爷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好孩子，这就对了。爷爷知道你是最孝顺的。小夏，你也这么久没回来了，哎，是不是住在老宅里多陪陪爷爷会比较好一点呢？哎，爷爷他3天2头就往老宅里带他广场舞办，下周过去多不方便啊！爷爷啥时候玩过？哦，还是对呀，我住爷爷家多亮了呀。那你在这里也很亮啊，多耽误我和江生培养感情啊！不对，他这么积极溜离一下，心里指不定就在吃醋呢。既然你非要赌气考验我，那我就顺水推舟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虽然很亮，但是，哥哥想你，住在哥哥这吧。我就知道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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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，你最喜欢吃西区那家法餐的鹅肝，对不对啊？我让张特助陪你去买。这2年在国外有什么饮食变化呀？告诉张妈，张妈以后在家里只做你最爱吃的菜啊。哎，想住哪个房间啊？随便选。床垫喜欢乳胶的还是按摩的？那个被子呢，要鸭绒的还是鹅绒的？矿泉水还是天然水啊？奶牛要乳蛋白3.82还是4.1啊？我就知道哥哥最爱我了，我也想你。哥哥最爱你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渐入佳境啊！按照这个氛围，这对狗男女，这对金主爷奶，今晚就得滚到床上，明天离婚协议就甩到我的小脸上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吃醋是这种表情吗？难道他是真的不在乎我，才这么大方让黎夏住下来？我幼儿园有会，你们自便。不是，他怎么一会儿把你宠到天上，一会儿就把你晾在一边了？你俩不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、一见钟情吗？不对呀，这白月光回国，他应该是上赶着把你娶回家，他这在等什么啊？这还不明显？肯定是我之前不辞而别，他心有不满，他越是冷漠越是抗拒，就说明他越爱我。有点难，看来小打小闹起不了什么作用，该上大了。有啦！你喜欢看男模，这网上看多没意思。我带你去线下会所，那找个10个8个的。哎呦，我的哥哥就得气死了！我不去，给我开个橡皮塔。出吗，姐姐？放松下来，哎呀，不行！这么搞的话，我就成了不检点的过错方，我是要净身出户的。我那800万的离婚费打水漂了。要是打水漂了，只要你肯把正宫的位置让给本小姐，我双倍的价格可以给你。程家好，男模自由，一起来吧，都进来吧。姐姐们晚上好。随便挑哦，满意为止。这个眉毛好看，这个鼻梁好看，左边第3个笑起来脸上有酒，黑衬衫那个好像要不要紧？
就这么着吧。8个男模，等我拿着钱自由了，我要天天过这样的日子。就是感觉这8个人怎么都长得有点似曾相识啊。这个女人她没有心。我故意对李夏示好，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你说她是不是根本不在乎我？或许是夫人更信任你呢。我这个长相很让人放心吗？唉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？哎，李总，请看，这是我用 AI 研究夫人最爱看的擦边男主播后，依据夫人的审美特地选出来的。您不妨换一种风格，投其所好。当当，怎么样？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，为了讨好女人穿这种东西，休想！绝不！还行吗？绝对能擦到夫人的心坎里。喂，哥，不好了，我好像撞见嫂子出轨了。哥，嫂子她就在里面，叫了8个男模。觉得晚了。你们怎么停了？我跳的正高兴，接着舞。老天哪，这还有这种低级货色！江生，你是不是想净身出户？好巧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你也好这口。说离婚？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出来寻求刺激出轨，我很开心，大不了你和我离婚呢。少跟我谈什么净身出户的。老天爷、耶稣、三圣妈祖保佑，阿弥陀佛！李夏，你个死丫头可一定要信守承诺给我兜底啊，不然老娘做鬼也要半夜去扒你的保险柜。完了，李总真是咱们会所有史以来最绿的一个。不过他穿成这样，霸总的底线有点低啊。是，好帅啊！江山干得漂亮，就是这样，肯定成功了，这下肯定离婚了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你回家好不好？是，什么情况？哥哥这是脑子气坏了。细看这些男模，这个眉毛像我，这个鼻梁像我，这个酒窝像我，这个气质像我。老婆找了8个男模，个个都像我。哎呀，不过是一群替代品而已呀。那又怎么了？家草哪有野草香？你看这个，这眉毛都能直接出道了，还有他那鼻梁，肩塌下来有他鼻梁顶着，还有那个酒窝啊！天哪，我都想睡进去。还有后面那个，妥妥的短剧霸总气质。哥哥，你看她呀，像她这种不知检点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妻子。是啊，我就是喜欢花钱在外面找男人，哪像你啊，总在那一棵树上吊死，多无聊啊！你赶紧带着你的好哥哥回家吧，别白了鸟完蛋人。江生果然是吃李夏的醋，他故意点这些男模自救。他那么爱钱，平时连买杯奶茶都要犹豫半天，今天居然下了血本包了8个男模。看来在他心里，我比8个男模更重要。
看来哥哥肯定是气到极致了，都气笑了。这把绝对稳了。哥为了她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。我们回家吧，眼不见为净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呀，你看我干嘛？当然是回家了。哎，让上去。你要干什么？玩那些眼皮有什么意思？来摸一摸砧板，货真价实。他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在吃醋？他不会对我……爷爷，我在哥哥家很好啊，嫂子也没有欺负我。那个，我累了，我们还是赶快睡觉吧。哦，该死，我这薄弱的意志力，险些没有抵住诱惑，忘了正事。我是不是太突然吓到他了？不过刚才他的样子至少证明我穿的这件衣服真的有效果。既然他就吃男模这个茶言茶语，男模第几确实有用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好啊，那就一起睡，正好我也累了。姐姐，能不能帮我脱一下衣服呀？什么东西啊？狗来样式！工作一天真的很累了，姐姐帮帮忙嘛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买的新衣服就这么被你撕烂了？你堂堂黎氏那么大一个总裁，你难道还要和我计较不成？50万！你这么皮片的黑丝衬衫，你要我50万？啊，反正赔钱是不可能的，大不了你撕回来。好啊。我这件衣服200块钱的，你实在不行你换一件就换。那个，我去洗个澡，差点忍不住又吓到他。这就结束了？我在失望什么呢？我真是被男色昏了头，他怎么可能对我有兴趣？他就是今天被我当众戴绿帽丢了面子，是男人的占有欲作祟吧？我去！昨晚撕坏你衣服，这是欠礼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霸总小说里的宠妻环节吗？难道他对我……不对，这倒是名媛千金风，也不是我日常穿的风格呀。还是说，他昨天撕坏我衣服，是嫌弃我的衣品？他自己西装配套时装，还敢嫌弃我的衣品？衣服，这些财阀世家最看重的就是面子。只要我打扮炸裂的出现在他公司，让他在董事会面前颜面尽失，哈哈，那他肯定一气之下，马上就和我离婚。
离离上午有重要的董事会，要是我穿成这样破门而入，丢了他个礼，他肯定会记得跟我离婚的。这就是你们交上来的方案。如果各位不想提前退休的话，麻烦，拜托，请给我一份我能看得过去的方案 ，OK？ 老公，我来给你送爱心棒棒糖啦！我今天穿的可不可爱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？丢脸吧？生气吧？赶紧一纸休书楼扫地出门吧！哪里来的神经病？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！老公，不能说。我看谁敢！他还从没有这么撒娇的叫我老公。这点小事怎么还自己过来呢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点不生气啊！我送你这么多衣服，一件都不喜欢吗？他是不喜欢那些衣服，还是不喜欢送衣服的人呢？那些都是名媛千金风，得名媛千金穿才像。我一个土狗，穿上凤袍都不像正妻。听懂了吧？赶紧扶白月光这名媛上位吧！原来如此，黎夏平时就是名媛千金风，他以为我把黎夏的喜好强加到他的身上，才故意穿成这样来公司抗议。各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妻子江生，她是一个外表可爱，内心更可爱的人。哎呀，夫人这一身穿搭是真高级呀！没错，这银色很多，银色很多。此时此刻，我想吟诗一首啊。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，夫人的绚丽和李总的沉稳，真是生得一张男貌女貌啊！好吃，好吃。他怎么不尴尬啊？黎黎能走到这一步，内心果然强大。我还是想别的办法。那个，我先去吃饭了。会议结束。哎，方案不用做了，那个审美很高级啊。不喜欢我的诗啊？老前锋爆改爆发，这风格和他平时高冷霸总的人设简直差出了10个亿。我能保证，他连脚都不屑于踏这个。果然被我猜对了，一气之下去找黎夏了。只是昨晚的事情可不能再发生了，我这个人定力差得很。把房间贴满钞票，
看来他平时真的很缺乏安全感。幸好我有的是钱。支付宝到账888万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应财神吗？我不应该表示。应该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，财神爷万岁！闭眼。哇，喜欢吗？全都是金粉做。喜欢。我可以用小刀把金粉刮下来吗？随你，送你的，你喜欢就好。江山，我跟他是不是疯了？家里是怎么回事？哥哥绝对被绑架了。我认识他20多年，他从来没发过这种表情包。哎，得赶紧报警！这再晚就得给他撕票了。都什么和什么呀？这表情包他经常发。怎么可能？他从来不会给我发这些。这些好像都是我曾经发给过他的表情包吧？黎黎这是偷我表情包。不过他给我这么多钱干嘛？该不会是？不可能，他肯定都是为了我。我其实小名叫晶晶，我5行缺金，我小时候还得过黄疸，跟这个一个色呢。这样，他肯定试图用小说的回忆来唤醒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看似冷静，实则没招了，才会把我们之间的回忆强行加在你这个工具人身上，让我吃醋，刺激我。我们才是真正的朋友，你不能被他这些小花招给迷惑了。我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之间赌气，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追求自由啊？少给我一个 NPC 加那么多戏，得速战速决了。你又有招了？是时候祭出大招了。连江湖骗子都请到家里来了，行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这位施主周身气场紊乱，隐有黑气缠绕，恐有香客之物近身啊！恐怕施主近来事业不太顺畅。还行，刚谈了一个项目，哎，也就区5个
那家庭方面可还和睦？家庭和以前一样啊。那姻缘感情呢？某人最近确实不太安分。瞪我干嘛？嫌我这个原配太碍眼了是不是？确实不太顺。这便是了。那相克之物正是阻碍施主姻缘，影响施主整体运势的根源。若不及时远离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啊！大师，那得快点找出相克之物呀！结结如履，行之罪。这相克之物就是它！贫道方才默算二位的生辰八字，发现二位的命格居然是金木交战，水火不容。离施主若是长期与此女交往，恐怕灾祸不断呐！天哪，哥哥，嫂子她居然会克你！哎呀，大师，你快说说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无法化解啊，唯有远离，才方得安宁啊！什么？老公，我居然克你！我那么爱你，又怎么忍心伤害你？是不是只有如大师所言，我们只能离婚？够了！不跟你胡闹，我公3要车的，过家去。老公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他根本就不信。没关系，我让他不得不信。李总，水箱好像爆了，奇怪了，我上周刚做的保养。这么大的烟，你告诉我只是水箱爆了？算了，反正离家里没多少距离，我走回去。黎黎，我们这次玩把大。如大师所言，我们这就给他来个天降横祸。这砸下去会死人的吧？你放心吧，这是我特地定制的糖片，主打一个吓唬，绝对不会伤着他的。你看，这个才是真的，他俩是不是挺以假乱真呢？哎，人来了，你快让！哪儿呢？那动一动呢？我咋听着没声呢？你说你认的是糖饼啊？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出血了？我去，认错了。我就说这以假乱真的挺来真。那将错就错吧，这一不做二不休啊！
哦，二位的命格居然是金木交战，水火不容。李施主若是长期与侄女交往，恐怕灾祸不断啊！真被那个死道士说中了，江生还真可恶。猜了猜没错，果然克他。我厉害吗？还得是我。江生克我呀，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？他在笑什么？看来这招还是不管用，我给他来招狠的。不是吧？你别瞎搞！这事你别管，都在我身上。我哥他有夜盲症，这没有光，他一点路他都走不了，把这个店闸关了，能把他给吓死。黎夏，你真的喜欢黎黎吗？你这下手也太黑了，我都有点害怕。我肯定是的呀，那不是为了快点达到目的吗？这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啊！你这舍得的也太狠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关键时刻妇人之仁好不好？这只能让他感受到真正的恐惧，吓掉他的半条小命，他才能相信你是真的克他。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啊！你可千万别出事！你要是出事了，我得800万，我找谁要啊？琳琳，你没事吧？你伤哪儿了？好痛！哪里疼？我看看。这太黑了，看不清。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，要是把这个送给江生，他肯定会很开心。江生，江生，这下能看清了吧？送你。阴天晴下风，让乌云相拥。这样能看清楚了吧？送你。不早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早点回家。我有点夜盲症，看不清路。这样就能看清了吧？看清。I want your love with you， 想在你身边降落，隔3米。清醒一点，江生，男色误人，刚才差一点点就沦陷了。你要是亲下去，那800万的退休金可就真插翅难飞。那个，这个季节好像没什么萤火虫吧？你能抓来这么多，应该挺麻烦的吧？江生看起来真的很相信那个神棍的话，他那么爱我，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和我离婚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张特助，如果你现在要表达你特别不想某个人离开，你会如何表达？我觉得吧，言语太过苍白，
最好要用行动，比如你送他一些能勾起你们回忆往昔的礼物，就是那种最刻骨铭心的回忆。回忆。张特助，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我找萤火虫，要装满一整个玻璃罐那种。啊，李总，目前这个季节，萤火虫在北半球已经绝迹了，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夏。你说什么？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夏。上一句，北半球已经绝迹了。那就去南半球找。不麻烦，伸手。伸手。哥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嫂子不是克你吗？挑战玄学的感觉怎么样？确实很有挑战，是吧？但我喜欢挑战。还好还好，原来昨晚那些浪漫只是这大总裁该死的胜负欲作祟，想战胜玄学。他并不是真的喜欢我，我的800万离婚费就还有救。哥，你疯了！那个，晚上把时间空出来呗，请你吃晚饭。啊？烛光晚餐。烛光晚餐，不方便带你。烛光晚餐，你们都干什么？这怎么睡一觉起来，他对你更好了？什么也没发生啊！他昨天晚上打碎了玻璃，飞进来一堆虫子，还扑了一脸，可倒霉了。虫子，倒霉。那这么说，你真的克他？啊，对呀。但都这样了，他还约我吃烛光晚餐，这还不明显？我哥这人最争强好胜了，他肯定是为了向玄学宣战，证明他们由他不由天。反正他头要是这么铁，我就来招更狠的。你打住！这事儿到此为止。咱俩这么干，别还没离婚，我俩就把他折腾坏了。到时候我不仅要负法律责任，我还1分钱都捞不到就得走人。去，那是你自己手笨啊，我可没叫你砸他脑袋。行，我手笨。但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我们搞错重点了。什么重点？重点是你。黎黎她爱的人从始至终都是你，她不过是在我身上找你留下的影子。她之所以对你冷淡，纯粹是因为你抛弃她就出国留学，她现在生闷气呢。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现在应该跟她主动示好。我没跟他示好呢，看人一直冷冷淡淡的。那是因为她伤得深，爱得真呐。一个普普通通的示好无法抚慰一个受伤男人破碎的心，所以要来个猛烈一点的那种示好，比如勾引。勾引？我是千金大小姐，我干不出来这档子事儿。而且他不配合怎么办？他不配合，只要你低个头卖个乖再撒个娇，他难道还能推开你不成？还是说你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真爱呢？我们当然是真爱了，是哥哥嘴硬了罢了。反正只要我一出手，他立马就缴械投降，回到我身边。行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，今晚就行动。赶紧和好吧，别再玩我了，夜长梦多。
万一我不想醒来可怎么办？万事俱备，你在前线冲锋陷阵，我在后引，给你2分。哥哥，今天晚上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李夏，这是啊，情绪倒没了，氛围组起。哥哥，我一直都很想你。嗨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。哥哥这2年也很想你。我也很想你。丽丽终于承认了，她扛不住了。今晚必然是要互诉深情，干柴烈火。阿白，你马上就要属于我了。哥哥，其实我……兄弟抱一下，说你是你的话。轰动切割，这什么痛呢？原来你想跟我说这个呀？我当然是你的好哥哥了。来，抱一下，说说这2年你在国外所受的委屈。哥哥，其实哥哥还真是善解人意呀。爆个头啊！谁要跟你当兄弟？江生，你死定了！哥哥，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江生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我杀了你！怎么了，林夏？啊，不会是这2年在国外犯什么事儿了吧？你有什么麻烦跟哥哥说，哥哥在国外略有一些人脉。什么事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累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难不成哥哥也想对我表白？你终于说出口，你对我感情有多重？我想问，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？我很喜欢。早点休息。歌名儿这么小众的歌曲，蒋生肯定很喜欢。我手机呢？卡，关键时候你给我卡！蒋生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？我觉得咱们音乐品味这方方面面的，属于多少有点这个。昨天晚上的音乐不是我放的，我发誓。
原来昨晚那些煞风景的歌真的是江生放的，他肯定是为了阻止黎夏和我单独接触，才故意放这些破坏气氛。他果然在乎，在乎的不得了。铁门啊，铁窗啊，铁锁链。他怎么看着还挺高兴的？盟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昨晚这音乐脱轨，搅扰了勾引大计，特来负荆请罪。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我要是说昨天晚上的事情是纯纯意外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虽然昨天的勾引计划没有成功，但林一还是显然不抗拒你的靠近，这就说明勾引大法有用，只要我们稍加调整即可。今晚不放音乐了？行，我看你能玩什么花样。你要干什么？景湖，做法。哥哥，我呀是看你最近睡眠不太好，特意给你请了一款安神香。啊，你闻闻看，香吗？这香味道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啊，这香太对劲了。对哥，你也太着急了。成功了！哎，哥哥，哎，不对吧？这给人推过去了。张生，哎呀，这小雷干嘛？该不会是让我来给你送寄生用品？我告诉你，巫术人也不带你这样的。啥寄生用品啊？你这什么给人推过去了都？这也太猛了吧！都过去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是不是傻？人既然已经扔了，那就是你的鱼肉，任你宰割呀！哎，对呀。好了，交给你了。明天一早我来捉你们的奸。哥哥，哥哥，死丫头，这么后气，我都还没出去呢。什么情况？这香薰怎么敌我不分呢？两个人都昏睡过去了，这计划还怎么进行？两个人都昏过去了，那岂不是让我摆布？
那离婚费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全是提溜。生米煮成熟饭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当事人完全不知情，一觉醒来却发现证据确凿。你们两个，明天一早就等着给我抽签吧。好，拜拜。我的天哪！我的老公和小姑子又被伦理道德呀！我的命好苦啊！如果你们是真的两情相悦，你们可以跟我说，我定会跟他离婚，早给你们让位。可你们竟让我走到如此田地，我不活了！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装什么睡？我只是要跟你离婚，不是要分你家产。什么？李夏，黎黎，醒醒！你们醒醒！不是吧？我脱了！哎呀，喂呀，二里吧，救命！我老公跟我小姑子好像有点死了，我该不会坐牢吧？医生，疗愈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那个医生，能不能把他们的病历销毁啊？这病因确实还挺见不得人的。吸入了过量的安眠药物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这位家属，你歧视失眠症患者吗？安眠？我下的不是，怎么变成安眠药了？哎呦，这是狗。你哪儿这是？是国内吗？你不是说捉奸在床吗？你捉的是病人。嘘。不是啊，谁踹我门啊？老板呢？哦，给我过来！江小姐，请允许我更正一下，我们 Arama 调香师没有老板，这儿只有我一个主理人 Seal。上一次给你调的那个梦回凡尔赛，味道一定很好闻吧？好闻？你知不知道你调错东西坏了我多大事儿？江小姐，我可是法国皇家御用调香师的徒弟，我不可能调错香的。我可是按照你当时的要求给的配方。你脸皮厚，你去问。你大小姐，见识广，你去。哎呀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你好，我想调一个，就是晚上两个人帮助睡觉的那种香薰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帮助睡觉的催眠香吗 ？OK，follow me。
OK。要想效果好呢，这个得多放几滴。这么年轻的小姑娘，失眠这么严重吗？失眠？帮助睡觉，难道不就是治疗失眠的催眠香吗？我说的是这种睡觉，不是这种睡觉。你说的是催情？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你的内心为什么会这么污秽？那我可告诉你，那玩意儿可是犯法的。那我对不起你了，你这破地方我不会再来了。李总，查清楚了，昨晚就是江小姐想给您下。赖总，是想和我一起用吗？黎夏这2天半夜总是找我谈心，搞得江生危机感爆表，甚至不惜用也要得到我，他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老婆对我这么用情至深，我怎么能不回应呢？医生，我的身体已经康复，可以出院了。至于我妹妹，我觉得她还有点不适，建议在留院观察一下。拜拜。黎夏小姐，您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你是一个大头鬼！又失败了，还害得黎黎和黎夏住院了，人生怎会如此艰难？我的800万是不是已经涨质保费了？怎么才回来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在医院吗？不过是一点安眠药而已，我身体好，用不着住院。你身体好就去照顾黎夏呀，跟我单独待在家里对得起他吗？不用去医院，也不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婆想要，老公当然会知道。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需要这种东西。完蛋了，他不会以为我怀疑他那方面的能力要报复我吧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你的，你没有不行，你很行，你最行，你超级行。哎，口说无凭啊，不真实体验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行不行呢？你别这样，你再这样我报警了。送束花而已嘛，想什么呢？谁？哥回来啦！哥哥出院不带我，肯定有问题。哥，你在家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躲？这是我们家，我是男主人，你是女主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躲？别出声！我可不想让你的白月光误会，你俩越赌气，我离自由就越远。
我害怕，保护好我。刚才撩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我怎么一下一回来就两副面孔？果然，不在乎的就有恃无恐，在乎的才小心翼翼。我可不是怕李夏。是，还挺要面子。按着我！哥，是你吗？我都这么配合你了，没有奖励的吗？懂了，老板这是在肯定我临危不乱的业务能力啊。不对，哥哥肯定在家。找到你了！相声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这家里他真的是有鬼。先吃药吧。啊，反正勾引我哥这招，他肯定是行不通的，太费命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光靠咱们两个的聪明才智搞定黎黎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想要顺利离婚，不如找出破绽，加以利用。我哥哪有什么破绽？像他这么完美的一个人，在他的完美人生里，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破绽就是娶了你。瞎说什么大实话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这个最大的破绽为他创造破绽。怎么创？明天大学同学聚会，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破绽帮手。怎么？什么破老板，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，这还不用你安抚接，这很恶心。哦，原来他是要替我开车门呢，还挺贴心的。老婆，脚怎么的？要不要把你车里那个备用拖鞋拿下来？不用了，真的吗？我这才没走几步，没那么巧快。真没有吗？这真的。李，哦不，应该改口叫李总。今天您能来这儿，真是让这蓬荜生辉呀！江生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一声不响就把李大总裁拿下了，以后可要多关照老同学啊。哪里啊！大学小组作业就是你老拖我后腿，能关照你有鬼。是啊，当年大家都以为是黎夏，没想到还是江生手腕高，不声不响干大事呢。高你个头啊！你知不知道姐为了脱身做了多少努力？我最近可是听说李总可不老实啊。有什么？我这……哎呀，这些小卡拉米能不能齐开？我大 boss 都被你们挡得看不见了。许乐，老公，啊！你在这谈什么？你不要乱叫啊！我跟你不熟啊！
妮妮，昨天手机上还一口一个老婆宝贝，叫我亲热的很，今天当着大家面，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够了！谁翻脸不认人？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让人叫你出去啊！我胡言乱语，行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。露露今天穿的职业装很有气质，下播早点休息，宝贝儿。老婆，明天的同学会你会来吗？老公，我当然会去的。到时候见，老婆。大家都看看啊，妮妮，不，老公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？这不是我从来没看过女主播，更别说给你刷礼物了。李总，抵赖就没意思了吧？你豪子千金打赏女主播这事儿，圈子里早就传开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主播居然是徐璐。原来李总喜欢吃窝边草啊！是啊，而且眼光独到，投资多样呢。老婆，你听我讲。我没想到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徐璐上学时天天恨不得粘到黎黎身上，这是最好用的妻子。为了这800万，我可是下了血本。今儿这事儿一闹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解他出轨离婚。不行，现在不能想，忍住。丽丽，你可是有妇之夫，你怎么能背着我跟女主播乱搞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们要是真心相爱、两情相悦的话，我可以离婚的。但是你给他刷的钱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得还给我，还我！老婆好美，老婆贴贴。这把 PK 必胜，我给你刷。原来是你干的。我知道是谁给你刷的礼物，我也知道你口中的老公到底是谁。不是，那明明就是你的账号。不是你是谁啊？看吧，他知道是我了。不可能，我做事最隐蔽了。那就是完了！是我。他居然这么轻易就承认了，什么情况？喂，是你就要负责任。喂！要是徐璐知道了是江参假扮我给他刷礼物，恐怕会对江参纠缠不清。而且江参这么做，肯定是吃醋我和黎夏走得太近，想捉弄我解气吧。反正都是因为他爱我。不愧是企业老总，给女主播刷礼物还要当场跟老婆重申一遍，佩服。哇！难道他是想借这件事儿跟我离婚，所以顺势接下这个污蔑？进入状态。丽丽，你直说吧，你之所以这样对我，在里面当众承认和那个女人的关系，你是不是想离婚？好啊，我想离婚是吧？既然你要这么玩，我奉陪到底。今天这件事儿，过错确实在我。如果你想离婚，我同意。我确实是要离婚，但是可惜呀，你得净身出户了。净身出户？怎么还是我净身出户？这次过错方不是你吗？你说的对，过错方确实在我。唉，真是可惜呀。最近黎氏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麻烦，合作方正在考虑撤资。本来我呢正在全力的挽救，可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，
公司的形象那是轰然崩塌，合作方肯定是留不住了。离吧，离吧。现在离也好，现在离也只是拿不到钱，再过段时间呢，就得和我一起背债了。完了，我这是干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他丢丢脸好离婚，我也没想把他公司搞破产啊！不行，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？补救办法吧，也不是没有啊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得和我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我们在发布会上高调的秀一下恩爱，澄清一下这个刷礼物的人他不是我呀，然后我们展现一下我们感情的情比金坚，展现一下我们感情的稳固，我们感情好的不得了。当众秀恩爱，这能行吗？当然行啊！看啊，只要我们展现出我们的感情有多稳固，那我们这个企业形象不是又站起来了吗？那合作方看到了，那肯定是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呀。那怎么办？胜利一步之遥，我不能净身出户，但是开发布会秀恩爱，恐怕要被黎夏砍成臊子吧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吗？比如说发什么律师函，或者是拿钱堵人嘴？你们资本家不挺在行的吗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没关系，这件事呢，过错确实在我。如果你不想帮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理解。只是可叹我黎黎这一生啊，功败垂成，到最后事也没了，老婆也跑了。黎黎平时对我也挺好的，给徐璐刷礼物也是被我诬陷的，没想到能害到她破产。现在我不帮她，反而还在她最落魄的时候离开她，简直太不是东西了。不，我帮你澄清，我们一起去开发布会。好好，那个准备出发。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到来。近期在网络上流传着关于我的个人的一些谣言，今天我将会和我的妻子江生一起共同澄清。什么谣言？还得让李总亲自出面澄清？我也没听过啊，但是李总亲自出面了，看来很严重。关于近期我打赏女主播的谣言，是因为我的账号被黑客盗窃所致。我在此郑重声明，我和我的妻子江生感情稳固，情比金坚。还以为是什么豪门蜜瓜，结果是盗号澄清啊！就是哪个老板富商没点花边新闻？但是像李总这样正儿八经开个发布会，还要拉着老婆一起澄清的，真是头一份儿。哎，你们没看出来吗？澄清是小，官宣是大，恐怕李总是为了这节醋才包的这盘饺子。他们看起来怎么没反应啊？这件事情不是挺严重的吗？可能是我一个人澄清，记者不信啊，这合作方还是会撤资。我需要你主动配合。我人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要我怎么主动？给他们展现一下你有多爱我。没办法了，死就死吧。老婆，没想到你有这么爱我。
应这么激烈，应该是信了吧？李总在新闻发布会被老婆强吻，这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。这趟来的太值了，这种新闻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。这下大家应该看到我和我老婆的感情有多好了吧？如果各位对于我和我老婆的关系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大家踊跃的提出来，我们不介意以更多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感情。李总，李总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李总，不是，他们怎么一直举手？是不是还在质疑？没事，老婆，有质疑，我们就像刚才那样打爆他啊！李总，李太太，据悉您二位是大学同学，那你们是学生时代就互生情愫吗？毕业那天，他为了气离夏，直接拉我求婚，哪有什么情愫？我们确实是不是，搞什么？不是让我来演戏吗？刚亲完你就不认账了？不是互生情愫，是我单方面的暗恋他，只不过我这个人不会表达，我们一直到毕业以后才在一起。黎黎有这么会演吗？好像跟真的一样。是李总追的黎太太吗？是的，是我追求的她，而且直到今天我还在持续的继续追求她。看来是佳话早成啊，想必李老爷子对这个孙媳妇儿也是相当满意吧？满意个鬼！李老爷子心中的儿媳是黎夏。江生啊江生，黎黎只是在演戏，你可别入戏太深了。你的目标是800万的退休金。不是答应我说离婚吗？怎么离婚离到亲嘴了？江生，你这个叛徒！看来是必须得由我来出马。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哥，你怎么还有心情看这些呀？你都不知道这出大事儿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我调了监控才发现，诬陷你打赏女主播的就是江生。你早就知道了呀。啊？你知道？哦，哎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重点他是打赏女主播哎，我觉得这个江生他天天一个老婆宝贝的，我感觉他就喜欢女生。江生喜欢女的？这么一说，每次我想跟他亲密一些的时候，他好像都在抗拒。啊，哥哥你都不知道，江生他天天看美女，手机看完平板电脑都一起看。反正我这天生丽质，我天天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心里毛毛的。怪不得他那么热情，让黎夏住在家里，动不动就鬼鬼祟祟，凑在黎夏身边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哦，对了，把你身上的那个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袜子、首饰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品牌啊和那个款式都发我一个啊。哦，开窍了，哥哥终于肯把目光转向我了。黎夏，高挑，长发，骄纵，喜多，喜欢奢侈品。Chanel、迪奥、Valentino， 果然都是这些东西。如果江生真的对黎夏有那种心思，那黎夏喜欢的东西就会是江生喜欢的，奢侈品什么的，我也得好好研究，不能让别的女人抢走我的老婆吧。
张生，我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。我发现你根本就不是诚心想离，还得看我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我还能干嘛？我当然是看擦边肌肉男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看擦边男，怎么不分享给我啊？你给我看看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别看了，你别看了，你别看了。我感觉他就喜欢女生，天天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这天生丽质。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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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呀？我怕你腰不好，我怕江参伤到你。哎呦，哥哥，你还记得我腰不好？这就对了。夏夏她身体不好，你要多关心她。你俩继续交流感情吧，我先回去睡觉。哎，你等等，那个，今天晚上我得跟你睡。咱俩不是后续计划吧？好啊。不行。怎么了？因为我怕黑。江参今天晚上必须陪我睡。可是没有可是。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怕黑。江参今天晚上必须陪我睡。他在里面干什么？怎么这血那么重？48、49、50。今晚要先决定他对男人有没有感觉，要是没有感觉，那就要不就这么出去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就当旁边睡了一只小狗，千万不能再逞阴难色。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真对我没感觉？再主动一下试试。我没做梦吧？黎黎干什么呢？考验，这是对干部的考验，不能上当。我得保持冷静。都这样了还没醒，我就这么没有吸引力？老婆，忍住，装睡，难道是在害羞？看来他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。哎，不行就别。我醒了。怎么样？睡得好吗？还挺好的，我继续睡了，晚安。可是我没睡好，老婆，总觉得我的老婆在嫌弃我。哎，我没有。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？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难道黎黎真的对我有感觉？比起李夏，你对我好像更诚实一点。我对你没有感觉。这种时候，他
他想的居然是李夏。江生啊江生，你差点就成了人家白月光的替身了。差点被美色冲昏头脑。我是来赚800万的，不是来当平替消遣的。搞钱人不流泪，睡觉。这又是演哪一出？你离家出走啊？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从今天起，我正式和黎黎分居。什么？这段时间越推开黎黎，反而就跟他走得越近。如果再放任下去，我真怕自己到最后不想离婚了。可他喜欢的人又不是我。其实你也不用这样，我又不会一定赶你走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走了，谁帮我攻略我哥呀？你总不能把我扔在这不管吧？放心吧，这点革命友谊我还是有的。我人虽然走了，但我已经给你找好了替我的外援，是一个我关注了很久、很帅的擦边男主播，反正比我靠谱。什么擦边男主播？他能帮什么忙？这么久，我们想了这么多点子，和黎黎都没能离婚，那就说明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都不是那个要害角度。什么要害？黎黎呀，如果让他看到其他男人追求你，那就能激发他男人的占有欲，让他疯狂吃醋，彻底控制不住自己的嘴硬，然后彻底给你跪下。来了。哎，姐姐，我来了。你说你要给我介绍一个超级漂亮的金主，谁啊？给你帅翻了，怎么样？这长相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是不是很绝？姐姐，你怎么能睡了我就跑？你说过会对我负责任的。你说过会对我负责任的。这就出戏了。我不认识你啊，你认错人了。哇，姐姐，我会认错的。你的这张脸，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。这也不是我写的剧情。等等，你们认识？我不认识他。何止是认识，2年前他睡了我，夺走了我的第一次。他说过会对我负责任的，结果第2天就人间蒸发了。 2年前，那时候你不是还和黎黎在一起吗？你把他绿了？什么？我居然还是小三！不，我可没绿他，我又没跟他在一起。什么？不是，那个我是说，所以你一直在骗我。你说你和黎黎旧情未了，都是假的。就算我们没在一起，那我们也是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而且还有爷爷的婚约在身上。你总不能赖在我哥家当捞女哦。明白。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弟弟，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如果你觉得这次工作会加重你的情商，我可以换人。不，我愿意扮演姐姐的追求者。姐姐，这2年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啊？好得很，没有人逼着让我负责，我当然好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2年没有去采取别的男人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像是那种随便睡男人的人吗？你放开！哎呀，黎夏，怎么又来了一个追你的男人啊？江生这是来接我下班了。法国，哎呀，姐姐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姐姐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姐姐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兰，你谁啊？别多管闲事啊。他是我老公，你不许再纠缠我了。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。如果帮黎夏摆脱别的男人的纠缠，他应该会很开心吧？确实，你要是再纠缠他，我让你在江城寸步难行。成功了，我也是时候该走了，但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开心呢？终于把哥哥从江生这个捞女手中救出来了，只是怎么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啊？哎呀，可是姐姐啊，那晚之后啊，我真的是很想你啊。那晚之后，我男模我都不做了，我每天为你守身如玉，可是你却一走了之，我真的好苦啊！我，等等，你不会就是2年前那……他不是黎夏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一边跟旧情人旧情复燃，一边跟江生纠缠不清。我不是，我那都是为了你。
我跟江山只是合作关系，一点奸情也没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突然一下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一下。你跟江山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一五一十交代清楚。再见，老公。黎黎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他不应该已经和黎夏在一起了吗？还是说许慎赖上黎夏了？我不是，关键时候你给我没电。美女，赶紧的嘛，去机场的路可不好走。哦。我知道你对我只有兄妹之情，那我对你也没别的意思呀。我是想着爷爷一直想我们结婚，我不想让人家老人家伤心。这再说，人家江山也不喜欢你，我想着帮你尽快摆脱捞女。哥，我是无意。我不需要。他不喜欢我没关系，我喜欢他就够了。你喜欢人家还不够明显吗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对一个女人这样？我爱她。我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爱他，任何人反对我都不在乎，只要他愿意留在我身边，他不爱我我都不在乎。如果他不愿意留在我身边，我就拼命让他留在我身边。原来你对他感情这么深。江山他到底去哪了？你们计划成功以后，他到底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去哪里？他只是说他要走，估计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也没说去哪。江生，你一定要等我。江生，江生，你还在对不对？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。江生，江生，开灯，只要我开灯就能看到你。开灯。要是你在家的话，你一定会给我留灯的。你已经走了，对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开灯。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。江生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琳琳，我没走。好了，你一直盯着我看干嘛？我害怕你是幻觉。傻瓜。这样还是幻觉？你以后能不能别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了？我是真的以为你和黎夏已经终成眷属了，我才搬走的。我和她只有兄妹情，我把她当亲妹妹看待。其实我……所以，大学毕业那天你们吵架，不是因为你想结婚，而他想出国留学？当然不是，他当时睡了一个当代模的穷学生，跟人家说会负责又跑路。我是想劝他处理好再出国。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白月光。当然有啊，我的白月光就是你。
一直以来都只有你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，那黎夏他们……那晚什么那晚这晚的呀？你到底有没有职业操守？你的智商情商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坏了多大的事儿啊？对不起嘛，姐姐，我一时说漏嘴了。算了，我也只是想让我哥幸福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江生，那就随他去。对啊，而且我看江生姐姐也挺喜欢大舅子的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叫谁姐姐呢？谁都是你姐，你不说我才是你唯一的姐吗？那你又不对我负责任。谁说我不负责任的？我前两天去会所点男模，我还没看到呢。真的，姐姐，你去找我了？姐姐，你看，自你走了之后啊，我就不干了，我在网上天天发腹肌视频，天天跳擦边舞，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够刷到啊。你这改线上办公根本就没差。你这是吃醋了？那这样，以后我不直播了，只给你一个人看。你去一边去。上次那晚被我破坏了，今晚我们……给你，这是钻戒。这个给你。公章，股权转让协议，房地产证。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我没有那么精致，也不会掉擦玻璃。只要我有钱，很多钱，花不完的钱，我可以全部都给你。你能不能不要跟我离婚？黎黎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还有更多。或者你要什么别的东西，飞机啊、游艇啊，别的。傻瓜，我其实早就开始喜欢他了，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早很多。好像我更早一点。你是从什么时候？我以为你收到萤火虫的那天你就明白了。萤火虫？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我？那这些你还要不要？要，钱也要，人我也要。不怕黑夜还有多久，你的声音永远温柔，确定你会等我勇敢一点，向着你走，在江生，和你在一起，我看得清。